欢迎你来。今天啊，咱们来深入聊聊你带来的这些关于五行的材料。好的。金木水火土这5个字儿，估计大家耳朵都听熟了。是的。但这次咱们的目标呢，是想跳出这字面意思，看看这个相当古老的概念，它到底是怎么来的。然后呢，又是怎么就好像空气一样渗透到咱们中国文化的好多方面，说不定啊，还能发现一些你以前根本没想过的联系。没错，这个五行啊，它绝对不是5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哦，它更像是一套怎么说呢？古人用来理解世界、观察世界规律的一副眼镜。一副眼镜，这个比喻有意思。对，一套看待万物怎么相互联系、怎么变化的哲学框架。你会发现，这种想法其实离我们的生活比想象的要近得多。好，那咱们就顺藤摸瓜，从源头开始捋一捋。行。这些材料说，五行最早的灵感就是来自对大自然的那种特别直接的观察，听起来好像挺朴素的。非常朴素，而且也非常实际。实际？对，你想啊，古时候人活着离不开几样最基本的东西，对吧？是。水，没有水活不了；火，取暖做饭要用；木头呢，盖房子还能生火；然后是土，地里长庄稼才能吃饱饭；还有就是金。金就是黄金吗？最初啊，可能不是指黄金，更可能是指那个铜矿石啊、金属一类的，能做工具、做武器。哦，明白了，都是生存必需品。对，都是跟活下去直接相关的。所以是从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开始的。那后来呢？怎么就发展成一套听起来挺玄乎的理论体系了？这个啊，就要到春秋战国那个时候了。百家争鸣的时代。对，那是个思想大爆炸的时代。很多哲学家，特别是像阴阳家那些学派，他们就不满足于只认识这5种东西本身了。那他们开始想什么了？他们开始琢磨这些物质背后有没有更深的性质，它们之间是啥关系？开始抽象思考了。是的。然后呢，在商书，就是那个洪范篇里面，第一次特别明确地提出了五行这2个字。哦，商书里就有。对，而且不光提了名字，还给他们定了姓。那个描述我觉得特别形象。怎么说的？比如啊，他说水曰润下。润下就是说水的特性啊，就是滋润万物，而且呢，水总是往低处流的。这个好理解。火曰炎上，火苗总是往上窜的，对吧？代表温暖上升。对。木曰曲直，你看的树木能弯能直，代表生长舒展。金曰从革，金属可以融化了，重新铸造，改变形状，说代表变化，也有收敛的意思。从革也有点意思。最后是土元稼穑，这个元就是于是的意思，稼穑就是种庄稼。说白了，土地能承载万物，能种东西，代表孕育承载。哦，这么一说，确实它已经不是单纯说那个东西了，而是说它的性质和作用了。对，已经从具体的物质抽象到它们的特性和功能上去了。有意思。那材料里还提到一个叫邹衍的人，还有一个叫武德中史说的理论，这个听起来就更复杂了，好像还跟王朝换代什么的扯上关系了。没错。这个武德中史说啊，特别能说明五行思想在古代那个影响力有多大。邹衍呢，是战国时候阴阳家的一个可以说是代表人物。他提出了一个影响非常非常大的理论，就是这个武德中史说。对，简单说，他认为啊，历史不是随便发展的，它是按照五行相克那个顺序来演进的。相克就是水克火，火克金那个。对，他觉得呢，每一个朝代都代表了五行里面的一种德性，或者说是一种力量。朝代更替就是一种德性取代另外一种德性。听起来像是给改朝换代找了一个理论上的理由。确实有这个意思在里面。比如说啊，他认为传说中的皇帝代表的是土德。皇帝是土。对，那夏朝呢？因为木克土，所以夏朝就是木德，是木德取代了土德。然后商朝因为金克木，所以商朝就是金德。周朝呢，火克金，所以周朝就是火德。哇，这么一套循环下来，
对，他给当时那种诸侯争霸、朝代更迭的局面提供了一个怎么说呢，循环往复的解释框架，好像一切都在这个五行生克的圈里运转。那这个理论当时肯定很有市场吧？尤其是对想夺权的人来说。可不是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你材料里提到的秦始皇。对，我正想问这个，秦始皇他好像特别信这个。他非常信。秦统一六国之后，他得给自己找合法性啊，对吧？他就采纳了邹衍的这个理论，认为周朝是火德。那秦取代了周，按照五行相克，水克火，所以秦朝就应该是水德。没错，秦朝就是水德。那他为了体现这个水德，都干了些什么？干的可多了。首先，颜色上，五行里水对应的是黑色。黑色。所以秦始皇规定，国家正式的颜色就是黑色，官员的朝服、国家的旗帜通通上黑，整个国家都是黑色的基调。对，还觉得不够，把黄河那么重要的河给改了个名字，叫德水。黄河改叫德水，就为了应他那个水德。甚至连治国理念都往水上靠。这怎么靠？他觉得水性阴冷，主杀伐，所以要用严刑峻法治国。你看，这都联系起来了。我的天，这真是影响太深了。一个哲学理论直接变成了国家层面的颜色、名字，甚至是法律风格的指导思想。是啊，这确实让我们感觉到五行在古代它真的不是随便说说而已，还是很有分量的。正是如此。虽然我们今天能看出来，这背后有很强的就是政治合法性构建的目的。肯定有。但反过来说，也恰恰证明了五行这个观念在当时那个社会思想里是多么的根深蒂固，大家都认这个。历史这部分确实很有意思。不过呢，我猜你可能更关心的是，抛开这些有点宏大的历史叙事，五行这个东西在咱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到底有什么用？对。这个可能更贴近大家。材料里提到了中医、比理、建筑什么的，咱们先聊聊中医吧。这个好像跟我们的健康观念联系最紧密了。中医那可以说是五行理论应用的最广泛也最系统的一个领域了。怎么说？中医他认为人身体本身就像一个小宇宙。小宇宙？对，跟外面的大自然那个大宇宙是相通的，是一回事儿。所以呢，自然的规律也能用到人身上。这个想法很天人合一。没错，所以中医就把人身体里最重要的5个脏器心、肝、脾、肺、肾，刚好跟五行的火、木、土、金、水对应起来了。心、肝、脾、肺、肾对应火、木、土、金、水，这个是怎么具体对应的呢？不是随便分的吧？不是随便分的，它是根据脏腑的功能和五行的特性来类比的。比如说心脏，中医认为它属火。心属火。对，你想想，火的特性，温暖、向上、有动力。心脏不就是推动血液流动，维持体温，给人提供能量的吗？有点像。那肝呢？肝属木，属木的特点是什么？生长、舒展、调达，对吧？对。肝在中医里主要功能是疏泄，就是疏通全身的气机，让气血顺畅，还能调节情绪。如果肝气不舒，人就容易郁闷、发脾气，就像树木被压抑了，不能好好生长一样。肝属木，管疏通和情绪。那脾呢？脾属土。对，脾属土。你想，大地能承载万物，能生长转化东西，脾就是负责消化食物，吸收营养，把它转化成身体能用的器械，所以叫脾为后天之本，器械生化之源。土主承载和转化，脾负责消化吸收。肺呢？肺是金。肺属金，金有清洁收敛的特性，肺主管呼吸，吸进新鲜空气，呼出浊气，就像是在做清洁工作。它也主管人体的卫气，就是保卫身体表面的那层气，有收敛、防御的意思。金主清洁收敛，肺管呼吸和防御。最后是肾，肾属水。对，肾属水，水有滋润、搜草的特性。肾在中医里是藏精的，
储存人体的精华物质，也主管水液代谢，就像水滋润万物一样。所以肾被称为先天之本，水主滋润收藏，肾藏精主水。哇，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挺有道理的。用五行的特性来解释脏腑的功能。对，这只是第一步，对应起来了。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关系就是那个生和克。没错，五行的相生和相克也被用来解释脏腑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个怎么讲？比如相生，肝木生心火。木生火，就是说肝的功能正常，气机调畅，才能保证心血充足，支持心脏的活动。如果肝不好，可能就会影响到心脏。哦，肝好心脏才好。还有心火生脾土，心脏功能强健，血液循环好，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也会跟着好，这是一个促进的关系。那相克呢？相克也很重要，是制约平衡。比如肾水克心火，水克火，心火容易过旺，让人心烦失眠什么的，肾水就能制约它，让心火不至于太亢奋。如果肾水不足了，可能心火就会相对变旺。所以不能光生，还得有克才能平衡。对，所以你看，中医看人体不是看一个一个孤立的器官，而是看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一个内部的小生态系统。这个整体观确实挺有意思的，它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的，所以中医诊断的时候，比如看你舌头很红，容易口腔溃疡，可能判断是心火太旺了。如果你老是觉得腰酸怕冷，那可能是肾水不足。调理的时候就会考虑这种生克关系，比如补肾水来压制过旺的心火，或者健脾来补肺气等等。原来如此，很多我们听说的养生说法，比如什么肝火旺肾虚，背后其实是这套五行逻辑在支撑。对，它提供了一套解释和干预的框架。当然，中医理论非常复杂，五行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基础。明白了，那我们再看看别的方面，地理和建筑。这个平时好像不太会往五行上想。材料说，连我们住在哪儿，房子怎么盖，都可能受到五行影响。是的，影响还不小呢。古人选地方住，甚至规划一个城市，经常会用到五行理论。选址也用啊？对，在地理上，他们先把方位和五行对应起来。这个怎么对应？一般是北方属水，气候比较寒冷潮湿；南方属火，炎热；东方属木，代表春天生机；西方属金，常有山脉矿仓，也代表秋天的收敛；中央呢属土，地势平坦肥沃，背水南火，都木西金。对，那你想想，一个理想的居住环境得是什么样的呢？冬暖夏凉，空气好，有水有田。没错，你看我们常说的风水宝地，讲究背山面水。对，这个常听说。这个背山面水里面，其实就暗含了五行平衡的追求。怎么说？背山，背后的山通常属土或者金，可以帮你挡住北边来的寒风，也就是水气。挡风。面水，前面有河流或者池塘，属水。水能调节小气候，夏天不会太热，还能提供水源。周围再有点树木，属木，增加生机。你看，山土金，水树木木，再加上南向的阳光火，就构成了一个相对平衡、气场流通、舒服宜居的小环境。哇，这么一解释，背山面水就不只是风景好，而是包含了五行协调、趋利避害的意思在里面。对，古人就是这么想的，追求一个五行流通、阴阳调和的小气候。那不光是选址，城市规划呢？材料里提到了北京。对，北京的例子特别典型。你看，北京中轴线南边的天坛。天坛。天坛是祭天的地方，在城南。南方属火，对吧？虽然天坛主要是蓝色琉璃瓦，象征天，但它在南边这个方位本身就对应了火。整个建筑也追求一种崇高向上的感觉，符合火特性。那北边的地坛呢？地坛基地的就在城北，北方按说是属水，但大地本身属土，所以地坛用的是黄色琉璃瓦，
黄色在五行里对应土，建筑风格也更方正厚重，体现大地的承载。天圆地方，南火北土。还有东边的日坛祭太阳，东方属木；西边的月坛祭月亮，西方属金。你看这些重要的祭祀建筑，它的方位、颜色，虽然颜色不完全严格对应，但方位是主要的，甚至祭祀对象都和五行八卦的理论紧密联系。真的是把宇宙观都融入到城市布局里了。对，这反映了古人的一种观念，就是希望通过建筑布局来模拟宇宙秩序，达到天人感应，祈求国泰民安。这真是挺宏大的。那我们普通人住的房子呢，总不能都像天坛地坛那吧？普通住宅里，五行理念其实更接地气，更常见。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盖房子最喜欢的朝向，坐北朝南。对，这个我知道，采光好嘛？采光好是一方面，从五行和中医的角度看，北方属水，性寒，坐北就是把房子背对着北方，可以避开冬天那种又冷又湿的北风。避开寒气。南方属火，性暖，朝南就是面向南方，可以充分接受南边的阳光，接受阳气。对，这样一来，不就是避开了不利的水气，迎来了有利的火气吗？这本身就是一种趋利避害、调和阴阳的选择，追求居住环境的平衡。原来坐北朝南背后还有这么多讲究。还有室内呢，比如装修的时候，有些人会讲究颜色的选择，可能会根据家里主人的那个所谓的生辰八字，看看他五行缺什么。缺啥补啥，有点这个意思。比如说，如果觉得你五行缺木，可能就建议你家里多用绿色，或者多摆放一些植物。缺火呢，就用点红色、橙色暖色调，用颜色来补五行。还有布局，比如传统上会认为客厅要开阔明亮，这样有利于木气生发、舒展，代表家里的生机。厨房呢属火，因为要生火做饭嘛。卫生间呢属水，所以就讲究厨房门不能正对着卫生间门。这个我好像听过，说水火不容。对，认为水火相冲会影响家庭和睦或者家人的健康。你看，这也是五行相克的观念在起作用。所以不管是大的选址朝向，还是小的颜色布置，背后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对，核心目的就是想运用五行的原理，不管是相生还是相克，来创造一个怎么说呢，气场顺畅、能量平衡，让人感觉和谐舒服的居住空间。这其实也反映了一种挺深层的文化心理吧，就是追求人要和自然和谐相处，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顺应某种宇宙的节律。就算我们今天不一定完全相信里面那些有点神秘的说法，但这种追求和谐、追求平衡的理念本身还是挺有价值的。确实，聊了这么多应用，从王朝更替那么宏大的事儿，到我们身体怎么调理，再到住的房子怎么布置，感觉我们好像一直在围绕着几个词打转，比如联系、平衡、和谐。你抓到关键了。所以能不能帮我们总结一下，抛开所有这些具体的应用场景，五行理论它最核心的、最想告诉我们的那个大道理到底是什么？这个核心啊，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两个词儿：平衡与和谐。平衡与和谐。对，五行理论描绘的这个世界啊，它不是一堆乱七八糟、互不相干的东西。它是一个整体，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着的，相互作用，还相互制约，像一张大网，一个动态的大系统。非常对，一个动态的大系统。那这个系统怎么维持平衡，怎么运转下去呢？主要就是靠两种关系，就是生和克。对，一个是相生，就是相互滋生、相互促进，像接力赛一样。水生木，木生火。对，水生木，水滋养树木；木生火，木头烧了生火；火生土，火烧完了变成灰烬，就是土了；土生金，土里能找到金属矿石；金生水。金怎么生水？古人观察到金属融化了像水一样，或者有时候看到金属器皿表面会凝结露水，就有了金生水的说法。你看，这是一个循环不断、相互支持的过程。一个创造和支持的循环。但光有生还不行，会失控。
所以还要有另一种关系，就是相克，用来制约的。对，相互制约，相互克制，防止某一方太强了，破坏平衡。水克火，水能灭火；火克金，火能融化金属；金克木，斧头能砍树；木克土，树根能扎进土里固定它，也能把它撑破；土克水，土能筑堤坝挡水，也是一个循环。对，相克在这里不是说破坏，而是维持平衡的一种必要机制。就像生态系统里有吃草的，也得有吃肉的，才能平衡。所以既要有相互促进的生，也要有相互制约的克，这样整个系统才能稳定的运转下去，是这个意思吧？完全正确，一生一克，循环往复，这样万物才能不断运动变化，同时又能保持一个总体的动态的平衡。这就是五行理论描绘的宇宙图景。这个想法确实很辩证。是的，而且这种思想可以说非常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还有处世哲学。比如我们文化里很强调中庸，凡事讲个度，不要太极端，对吧？过犹不及。看问题的时候呢，也习惯从整体去看，重视事物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孤立的、片面的看。最终呢，就导向一种天人合一的观念。天人合一，认为人不是独立于自然之外的，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跟宇宙和谐共生。所以说，五行理论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宏大的视角，帮助我们去理解，宇宙万物，包括我们自己，是怎么相互联系，怎么维持平衡的。好了，我们今天真是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探索，一起从五行的源头，就是古人对那几种基本物质的观察开始聊，然后看到了它怎么一步步发展成一套哲学体系，甚至影响了像秦始皇那样的大人物，决定了一个王朝的代表色。是的。接着呢，我们又具体看了看它在比如说中医里是怎么用来解释我们身体运作的，在地理和建筑上又是怎么指导人们去选择和营养一个他们认为和谐的居住环境。对，真心希望通过咱们这次讨论能让你对金木水火土这简简单单5个字背后蕴含的丰富内容，以及它怎么像无数的丝线一样编织在咱们中国文化的好多层面里面，能有一个更立体也更生动的感觉。的确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五行理论它最核心的那个思想就是平衡和相互联系。这个思想就算到了今天这个科技很发达的时代，依然能给我们很多启发。怎么说？它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不管是我们面对现在很复杂的，比如生态环境问题社会问题甚至是思考我们自己的身心健康问题，或许都需要一种更系统的眼光，要看到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而不是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方式。有道理，要看到整体和联系。对。好，那按照我们的惯例，最后呢，留给你一个可以自己回去再琢磨琢磨的问题。好，这次材料里面提了一句说，五行在起名字还有日常饮食方面其实也有应用，但是没细讲。那结合咱们刚才聊的五行的那个平衡原则，还有金木水火土各自的特性，你想想，火代表热情向上，水代表滋润内敛，木是生发舒展，金是收敛坚固，土是承载包容。你觉得人们可能会怎么把这些原理用到给孩子起名字上，或者说在选择吃什么东西的时候，会怎么考虑五行呢？这背后可能藏着哪些对于性格健康甚至是运势的一种期望或者调整？这个可能就是你接下来可以顺着这些线索自己去探索的一个我觉得还挺有趣的方向。这个问题确实很有意思，他把一个有点抽象的理论一下子拉到了非常具体的个人选择上。起名字选吃的，值得好好琢磨一下，是吧？期待我们下次再一起探索新的知识领域。好的，那今天就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你的参与，下次再见。